质蛋白质排行榜出炉，豆腐落榜，牛奶垫底，建议老年人了解。小赵是一名初二的学生，照同龄人来比个头矮了不少。他的妈妈为这件事一直很上火，也带他看过很多医生。医生表示小赵是正常状态，平时饮食里多给他注意补充蛋白质就好了。但小赵的母亲就很疑惑，因为家里平时就很喜欢吃鲜豆腐，他觉得豆腐能补充蛋白质，他认为小赵缺什么都不会缺蛋白质。但医生却表示豆腐并不是很好的蛋白质，这可让小赵的母亲长知识了。他又急忙提出，那之后每天都给小赵喝一盒奶呢。谁知医生却又说喝奶确实能补充蛋白质，但是却不是最好的蛋白质。随后医生给小赵妈妈发了一份补充蛋白质的食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觉得豆腐和牛奶是很优秀的蛋白，但结果却并不然。那究竟哪些食物才能被称之为优质蛋白呢？一、蛋白质的作用。众所周知，饮食规律和干净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要吃的全面，去补充身体的维生素、蛋白质、膳食纤维等。其中对于蛋白质我们尤为的重视。每当抵抗力下降或者是身体出现营养不良时，我们都会说多吃蛋白质。那到底什么样的蛋白质能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呢？我们将那些对身体有益的蛋白质称之为优质蛋白。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好，提高抵抗力？这是因为蛋白质是由20多种氨基酸形成的，而这些氨基酸部分是我们人体原本就可以合成的，部分是我们不能合成，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入的。这些氨基酸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就相当于是身体内部组织的保护器一样，有着维系和促进的作用。同时，蛋白质还能够加速我们体内各个部位肌肉的快速生长和修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健身的人在大量的运动之后都要喝蛋白粉的原因。这可以迅速的长肌肉代替脂肪，让我们的身体形状变得更好看。而值得一提的是，蛋白质不仅可以补充营养，它还能够像碳水一样为我们提供身体中的能量，让我们有饱腹感。这一点从减肥的人的食谱中都能看出，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低碳水多蛋白质的，这样不仅可以不引起暴食，还能够让身体拥有充分的营养。而且在自己控制不住食欲的时候，多吃蛋白质也能够抑制食欲。就是因为蛋白质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缺少东西，就不会再让我们的各个器官向大脑传递想要补充营养的信息。最为重要的是，不减肥也不运动的人也要多吃蛋白质，因为蛋白质能够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加的顽强和坚固。蛋白质可以让我们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细胞和抗体更好更快的合成，这样在有害的病毒和细菌在想要冲破免疫系统这层防护门的时候变得非常困难。二、排名靠后的豆腐和牛奶。我们提到吃蛋白质的时候，总说我们要多摄入优质蛋白，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在我们吃进口内之后都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并且有些蛋白质它的副作用是要大于它的益处的。而优质蛋白就是指那些可以完全被吸收，并且还对身体没有害的蛋白质。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明确蛋白质大体上分为2种，一种是植物蛋白，一种是动物蛋白。顾名思义，植物蛋白就是素菜中有的蛋白质，而动物蛋白就是肉菜中有的蛋白质。像大豆等就是植物蛋白，像牛肉、鸡肉就是动物蛋白。如果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优质蛋白进行排序的话，那么排在前面的就是瘦牛羊肉、鸡鸭肉，其次是虾肉、鱼肉，排在最后的是牛奶和豆腐。看完这个排序后，不禁让我们想，往常一提到蛋白，我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牛奶。我们也会认为牛奶中的蛋白含量是最高的，它是毋庸置疑的优质蛋白。但为什么它的排序如此的靠后呢？而且豆腐排在最尾也是意料之外。我们把它当成很好的蛋白质，又不会长肉又便宜，但它竟然排在了最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说，牛奶经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其中的蛋白质含量并不高，但不能忽略的是，牛奶中还有其他的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比如说铁、钙、磷等。但本篇文章研究的是蛋白质含量，
我们还是要讲明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较低。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水牛奶，它的蛋白质也仅仅是100克内占到4克左右。要知道，像瘦肉类，它们100克的含量里都要差不多有20克的蛋白。这么一对比，就看得出牛奶中蛋白质含量真的很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个现象，有些人他喝不了牛奶，他喝了牛奶会坏肚子。这是因为牛奶中有较多的乳糖，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来说，喝了牛奶不仅不会吸收蛋白质，还会引起身体不适。所以说，综合表明，牛奶并不是特别好的优质蛋白。接下来我们解决豆腐的疑惑，豆腐的原料是大豆，大豆确实有很高的蛋白质含量，像无糖豆浆就是减脂人的最爱。那为什么豆腐的蛋白质含量低呢？这是因为大豆加工从豆腐需要很多道工序，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蛋白质都被磨损了，所以豆腐的蛋白质含量并不高。再加上痛风的人都不能吃豆腐，这是因为豆腐中有高嘌呤。除了这点以外，豆腐还会引起其他的疾病。豆腐就是典型的植物蛋白，在被我们吸收消化之后排出的废物中有较高含量的氮，这些有害在经过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对其非常不友好，加重我们肾脏的工作。1次2次无伤大雅，但日积月累会导致我们肾脏出现疾病。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肾脏本身就不如年轻人康健，多吃豆腐有可能加速疾病的形成。所以说，豆腐就是弊大于利的一种蛋白质，它排在最后并不冤枉。3. 优质蛋白。说完这2种并不被建议的优质蛋白之后，我们来说排名靠前的几种吃了对人体非常好的优质蛋白。首先就是瘦肉类，这瘦肉类包括瘦牛肉、瘦羊肉和瘦鸡肉，这些肉类的蛋白质含量平均占总克重的1/5，而且它们的蛋白质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所富含的氨基酸也是人体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其次是鱼类和虾类这2类动物蛋白，它们的蛋白质含量要比瘦肉类还要高，而且低脂肪，还会对眼睛和大脑特别好，营养价值十分丰富。最后就是豆类的植物蛋白，虽然豆腐并不建议当做补充蛋白质的食物使用，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并不是所有的豆类产品对身体都不好，其他的豆类产品在补充蛋白质这一方面还是要领先于其他的食物。虽然补充蛋白质它比不上肉鱼虾，但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豆类绝对是闪着光的蛋白质。4. 如何高效吸收蛋白质？我们知晓了什么样的食物能补充蛋白质，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吸收这些蛋白质。就像豆腐一样，大豆类有高含量的蛋白质，但是由大豆做的豆腐，它的蛋白质含量就不高，而且对身体还有着其他影响，这就说明了蛋白质食物的烹饪方式也很重要。有一句话叫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做出最美味的食物，对于这些优质蛋白也是一样，过于复杂的工序只会让它的蛋白质加速流失。我们只需要简单的煮一煮、炒一炒，就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效果，让人体吸收更多的蛋白质。同时在吃了蛋白质之后，以后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才能让蛋白质更好的吸收，不然蛋白质过多的堆积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生活中的例子就是蛋白质吃多了可能会导致便秘，对我们肾脏功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在吃蛋白质之后可以做一些锻炼，因为蛋白质它可以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做完肌肉锻炼之后，我们身体更好看，肌肉也更健康。如果不喜欢让身体有太多的肌肉，可以选择以有氧运动为主。这个过程可以让蛋白质更好的吸收，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还能够让我们的新陈代谢更高，达到减肥的效果，让身体更轻快。但无论是吃蛋白质还是运动都不可过量，凡事都要适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无论是什么过度了，都会导致不好的后果。结语：保持健康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定义为健康的饮食或者频繁的运动，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并且不能轻信网络上或他人的言论，要相信科学之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为自己制作一个健康宝典，